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淘特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提醒您本期看点。您好，星期六，元旦特别节目来了。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从今天起，小弟不在团，青春见习班，数字主持人小样，承包你的星期六。新年打开新世界，星期六的岳云鹏，欢乐来袭，撞脸世界上另一个我。这8个真的好像。我看到了，他是7号4号。我想说我后悔了。新年 get 新撞脸，星期六的宋茜携手顶级好声音，玩转跨次元配音大秀。吞不下了，身体快炸了！吞不下就还给他。新年国潮听我的，星期六的阿朵演绎新民族音乐，华音教学，笑料百出。天你的多高，懂你是多远。咱们好好说话。好。更有新年特别嘉宾，新时代蓝天方阵，太帅了！军人风骨特别呈现青春集结。你听党的话，我听你的话。哇，多好啊！你守护国，我守护你。每周六晚8点10分，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看看年轻的自己，青春洋溢的气息。当你感到了恐惧，你为什么要恐惧？生命属于你自己，在乎他们的道理，去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拉开窗帘，没有任何遮掩打破所有人造的界限。观开往前，没有一丝眷恋，超越空间，忘记时间。新年好呀，新年好呀，新年快乐。新年好呀，新年好呀，新年快乐。打开窗帘，没有任何遮掩，打破所有人造的界限。感慨万千，没有一丝眷恋，超越空间，忘记时间。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
各位来到湖南卫视周六的全新节目《你好星期六》，我们的节目由 vivo 冠名播出，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今天呢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呢，2022年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全新的节目从今天开始要跟大家见面，为大家呢用快乐赶去一周的疲惫，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在这里呢，感谢大家守候我们的你好星期六。我们的节目呢有全新的形式，每一期来的朋友们呢都会带来他们的故事，带来他们精彩的表演，同时有留下更多的欢乐和惊喜。当然，我们也会有一帮新朋友来陪伴大家。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他们将会在这一段时间呢每一期都跟我们在一起。来，听说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名字，我们来听他们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欢迎你们。好，我们是小弟不在团。另外呢，还有一些年轻新鲜的面孔，也要大家多多鼓励和加油了。因为呢，他们会陪伴我们《你好星期六》的节目一起成长。那请这些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青春无限好，周六没烦恼。大家好，我们是青春见习班。大家好，我是青春见习班的生活委员，我叫冯喜。大家好，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学习委员，我叫崔磊。大家好，我是青春见习班的文艺委员，我是元帅。欢迎帅帅。介绍一下，冯喜是中传的，崔磊是北大的，然后帅帅是北武的，对吧？然后那个生活委员负责给大家订饭、订盒饭，学习委员是带大家一起成为学习好青年。因为我们那个崔磊是拿过很多辩论比赛的最佳辩手第1名什么之类的，略识得几个字，但是小弟不才，今天见到小弟不菜，还是要多多指教。我们都不菜的 ，OK？ 怎么感觉小弟不菜跟那个我们见习班还有一种暗暗的较劲儿，有火药味儿？没有。那帅帅是文艺委员，你是会唱还是会跳？你北舞是学跳舞的，是不是？对，我在附中的时候是学跳舞的，然后上大学学了音乐剧，就是又会唱又会跳，对不对？对，是的，是的。他们有我们还没说过。谁？你们跳舞谁跳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向前一步。不要客气，表演一个来看看，你行的，你行的。好，来。相信有一种我并没有睡醒，为什么我就开始跳了起来？这样好了，帅帅，那个一小段好不好？没问题。这是健身的吗？他平常带的不是这个吧？他平常怎么会？哇！你这是个魔术吗？翻一个跟头掉一个 vivo。好，那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大家对我们有所期待。那除了我们之外呢 ，vivo 也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洗衣件产品了，这就是我们全面出色的 vivo S12手机。哇，全面出色哎，何老师，很好奇它哪里厉害呢？它呢有全面影像，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前后置的像素都超高。前置有多少呢？5000万，后置是1亿像素。哇！观众都很懂递进，那个情绪的递进，对不对？而且啊，它还有全面性能强大内芯配置，让手机操作非常流畅，给你超速体验。哇哦，果然是实力超强的旗舰手机。是的，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全面出色的 vivo S12系列呢，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记录下亿万精彩。那除了我们今天台上的8位之外呢，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搭档。他呢可以说是新年有新样的代名词，也是我呢来到你好星期六之后非常期待、很想见到他本人的这样一位，我觉得是未来的巨星啊！他可以说是诞生在虚拟宇宙的，同时呢也把很多的新技术、多元的新技术集于一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下面我就迫不及待的要请她来跟大家见面，下面我就把她带到现场。未来的我们
会是什么模样？我们拥抱世界，对未知充满想象。青春如你，未来是你。嘿，小样，舞台很大，我们一起发现。欢迎我的新同事，你的新朋友，小样。欢迎小样。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呢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这个舞台真的太大了，人也好多好多。我说实话有一点紧张，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这样，我们观众给小样一些掌声好不好？鼓励一下他好不好？小样，我觉得其实我说句心里话，你在这个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我觉得你比宣传片看起来更漂亮嘞。那是因为我吃胖了。吃胖了呀。小样，我知道你是我们的这个实习主持人，对不对？对。那我会努力转正的。要努力转正，在你好星期六要学很多东西，对不对？是的。你想学什么呀？我想要和何老师学习主持，然后不客气不客气。和 Bridge 老师学习说唱，和秦霄贤老师学习相声，和蔡少芬老师学说普通话。小样你闪咋了？没有，我知道小样，你的意思是不是像那个蔡少芬姐姐一样，就是认真学好普通话的这种态度，对不对？对，是的。那小样，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呢？哎，对你刚刚就是没有提弟弟，怎么回事？因为那个老师的帅气我是学不来的。好会呀，小样。小样，你今天来到那个你好星期六嘛，也是你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我们现在看你啊，很可爱，但是好像还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所以你有没有信心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当然有啦，我什么都不怕，我可以挑战我自己。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期待小样在我们的你好星期六里面，可以每一期都带来他的进步，带来他的成长。而且我听说，就是今天这个第一期，他都有准备一个惊喜，是不是？是的。那大家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我们也请小样去准备一下，好不好？我们待会儿见喽，谢谢小样。好的，我们待会儿见，拜拜，拜拜。你们看到了吗？他怎么走的？看到没有？消失。来无影，来无影，去无踪踪。对，这样噗一下。这招能学吗？这招。你好。好了，今天呢是元旦节，我们2022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你好星期六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位要亮相的嘉宾，第一位新朋友，他已经就位了。下面呢，我们首先请我们可爱的布布 Bridge 为用特别的方式来请他出场，一起来看看吧。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出发，我们跑到了五环呀，一起再出发，奔跑用喜剧出发，正好他们的手里有无数的珍宝，拭目以待，才见分晓。掌声有请岳云鹏老师。就是现在 Give me love， 就是现在 Give me love。哇，爷爷，哇，这也太过了吧！哇，这个难住了，这个。身材都是很像的。最近几年，岳云鹏很忙，大家总是能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偶遇他。一会儿他在幼儿园接孩子放学，一会儿在菜市场摆摊，甚至还在街边烤起了串儿。但其实这些都不是。这么谢谢。没错，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多跟小岳岳撞脸的人。这么神奇吗？像不像？我就问你。大家都叫我小小月。
新年第一天，我们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他们聚在一起。电视机前的你，千万别眨眼睛，让我们一起照出真正的岳云鹏吧！我们怎么长得有点像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吗？有女人吗？到底谁来找到岳云鹏啊？何老师丝毫不用担心，有没有？刚刚何老师有在说，哎，会不会一下就找到了呀？我说，就算像能有多像？这8个真的好像，好像哎！8个月月今天聚在一起，哎，这么多兄弟姐妹，因为我听说里面还有女孩子啊，兄弟姐妹聚到一起，也是史上第一次。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出一个题，我们把真正的小岳岳找出来。那么首先第一个要接受这个挑战的是我们的 Ada 蔡少芬同学。好，加油姐！我好紧张啊！你对他了不了解？加油加油加油！我挺了解的。还了解是不是？是这样的，为了让你能够更准确的找到岳云鹏，我们会给你一个足够的观察时间，但是你只能猜一次。只能一次啊？你只能说，比如说几号。我会不会一来就猜中了？我很厉害的。我跟你讲。猜中也是我们的一种节目效果。好，就是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这黄金时段开始，然后不到8点半就结束了。戛然而止。好，现在是蔡少芬的挑战时间，准备开始，请观察。结束啦！我猜到啦！几号？几号？不是4号，就是4号了，就是4号了。月月，出来嘛，你别装。不是，不是。这不是姐，这个，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啊？但是他真的好像啊，你看。那肯定是像啊，不然你怎么可能在8个里面找出他来呢？不觉得他本人是比小岳岳稍微要年轻一点点吗？看起来。好，我们蔡少芬挑战失败，但是没有，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为我们保证了节目的时长，好不好？那是这样，下面呢，我找一个真正了解岳云鹏的人，好不好？那么真正了解岳云鹏的，那肯定是。哦，不是你们啊，肯定是我们萧贤了，好不好？你对你这个师兄了解吗？我现在我想忘掉他，想忘掉他。好，来了，下面是我们秦萧贤的挑战时间。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你们在后台的时候，不都感觉跟照镜子一样吗？请观察。结束啦，岳哥，喊可还行，你怎么喊起来了？他也不会答应你的。不能说话的。这样，我给你一些机会，我给你暗示，你觉得小岳岳真正的小岳岳在第1排还是第2排？首先来讲，第1排个头不太像，所以我觉得是第2排。你觉得不在下面这排，对吗？对。啊，这么明，对，够明显了吧？啊，嗨，这我就听明白了，也就是你排除了1、2、3号，对不对？对对对，5、6、7、8，谁是？7、6、5都可以，5、6、7、8都可以哈。7号吧，我感觉个头像。啊，不犹豫啊！现在你刚刚提到了5号、6号和7号，现在你要给我一个确定的说法，谁是真正的岳云鹏？谁是你好星期六在新年为我们请来的第1位重磅来宾？他是7号的这位朋友，
听我的口令，3、2，你确定不犹豫吗？你确定不犹豫吗？看看他，快如电，快如电。你确定不犹豫吗？1。你觉得你对了吗？我觉得我对了。你觉得你对了是不是？你觉得你对了是不是？是不是吧？是吗？哦，是。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我把6号，我请6号也摘下面具，好不好？因为你刚才也犹豫6号嘛，对不对？对。好，6号的这位朋友，来，3、2、1，请摘面具。哇！后悔了没？我想说我后悔了，后悔了吧？好，是6号吗？好了。不卖关子了，我们请所有的朋友把面具全部拿下来，大家看到之后就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小岳岳了，好不好？来，准备，所有的朋友啊，3、2、1，揭面具。谁是真正的小岳岳？7号，好。但是6号太像了，对，6号真的太像了，哇，好像啊，侧面更像。欢迎我们的8位，请大家到舞台中间来，欢迎大家，你们好，太奇妙了，全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里呢，还是要请7号本人出声儿，我们才能更确认。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位。我觉得应该是最幸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节目把全国各地那么多像自己的兄弟姐妹请到一起来。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岳岳，你是什么心情？我是觉得非常的奇妙啊。当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个兄弟的时候，我都你怎么确认是这个兄弟？因为网上当时上热搜了，说这个接孩子的岳云鹏。对吧？接小孩，他穿了一个红色的雨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就是这个小兄弟，当时我一看，我什么时候去接个孩子？我没有怀疑过自己啊。你觉得那也是自己啊？当我仔细看，他那双鞋我没有，他那双凉鞋不是用脸来确认是不是自己，是用鞋。对。然后我觉得很奇妙，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对不对？对，还有一个医生大哥是。先不能说，啊！既然你聊到这儿了，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首先看第1张照片，这是我们这个7位全国各地，这太像，就这张照片，对不对？哇！我们要在这几位当中找出谁是这一位，好不好？是医生啊！我这比找岳哥还难啊！我觉得不是8号，不是8号，我觉得比较像，我觉得像6号，6号吧。哦，6号。我觉得是1号，1号是不是？我觉得是1号。我们这样好了，我们请这位真正的医生脱下他的长褂来，请。他是刚才提到有4号、有6号、有1号，那真正的我们这位长得跟小岳岳一模一样的医生朋友，他是几号呢？请揭晓。3、2、1。真的是1号，1号你演的啊？不是啊，不是，我以为他扣着骗人的。好，是我们的6号，欢迎我们的医生郑权。好，你可以把这个头巾对这个也摘掉，谢谢。哇，发型都是一样的，好像啊，好像。你怎么看待自己长得那么像岳云鹏这件事情？对啊，哥哥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没有，带来很多幸福感。真的吗？幸福感。咱俩谁大？我85年。我也85年。哇，咱俩一样大。你是什么科？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内科。这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哦。这是我们第1位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踢上去的吧？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何老师，这张照片被很多人说小岳这个太像你了，但是我把太像你，脸，我腹肌不可能是我，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像你，是不是？对。然后你也没有否认，你说就是我。对。为什么要否认？我们请他亮出他的这个真的身材，好不好？来。好厉害啊！好，我们请我们这个8号我们的嘉伟来给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叫于嘉伟，然后是一名健身教练。欢迎你。那我们看下一张了，好不好？下一位。哎，这谁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奔，然后现在是一名流行舞教师。大家好，我叫邓良，来自重庆的3层小岳岳。我们欢迎我们的张航。因为像岳云鹏，所以你起了一个名字叫岳云云。对。今天真的看到后来，真的有一点，你知道吗？像做梦一样，说这张脸好像看过好多次了。好，最后一位也就是我们的2号了，我们先看看他的照片，好不好？好。这个我见过，我在网上见过，她是一个女生模仿小岳岳做了很多的表演，是不是啊？对，她模仿我台上的表演，对，对口型，不只是一张这个简单的照片而已，对不对？对对。好，我们也认识一下她。大家好，我叫洋洋，我是一个陶瓷店的小老板。我们欢迎洋洋。我听说你这次来我们节目，导演组非常不容易，你跟我们说说看。这个我来说，就是节目组导演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头2个电话我就直接就挂掉了，我就说肯定是诈骗嘛，然后想着肯定是诈骗，然后就说我就头2个电话就直接挂了，我说你换人吧，我没有钱，然后结果他又找了一个河南的老乡打了第3个电话，就我们导演组里面的会说河南话的老乡再给你打，对他打了，我就心想遇到诈骗团伙了。反诈一时。然后你后来怎么相信他的呢？他就打的最后一个电话，他就说：“你先不要挂电话，我们加个联系方式，我要证明我不是骗子。”然后就联系到之后，我们就打视频，就走完台里各个角落。哦，我这才慢慢的相信是节目组。他用开着视频，就是跟你在台里说：“你看这张照片，对对对，是何炅，这是他们的休息室。”你好，星期六反诈先锋，太棒了！反诈意识一流。我想问一下杨，你为什么会想到要模仿小岳岳的表演呢？我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的一个证件照被我老公跟岳云鹏 P 到了一起，然后他说：“你看，你老公。”对。然后他说：“你看，你们2个人有点像。”他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就炸了，然后就好像。没有，等一下，你是开心还是有什么感觉啊？我就是感觉一个女孩子被划到。但是你后来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心甘情愿的去做模仿表演呢？因为前年的8月份，我之前一直头疼，没有去做检查。前年8月份刚好医院的那个核磁共振打折，然后我做了一个检查，然后结果查出来自己是肿瘤，然后是脑部的那个肿瘤，然后就心里就，反正就最坏的结果就是，要不眼瞎，要不就傻掉了，然后就，反正不管了。反正就最坏的结果也就这样了，就对口型模仿岳云鹏老师，然后就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然后就彻底放飞自我，给自己带来快乐，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这样。真的，快乐就是最好的治愈，真的。他这个心态真的，那现在您的身体现在已经可以了，现在做完手术了，现在复诊过好几次，没有问题。好，太好了，恭喜恭喜！所以开心是一个良药，对，真的是可以把你身体的所有毛病都医治好。而且我觉得他刚才叫做放飞自我，其实他那个是放过自己，就没有纠结在那个很痛苦或者是很悲伤的情绪里面，而用快乐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调剂，然后也给自己带来了转机，对不对？我们在2022年的第一天，我们以我们可爱的月月作为链接呢，看到了这样一群可爱又鲜活的朋友们，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因为酷似的相貌相聚在一起，但是他们又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在我们普通的生活里奔忙，只要心有所向，我们平凡的日子也会泛着不一样的光芒。那接下来呢，月月将和他们一起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也送给每一个在各自的岗位上，在生活当中奋力向上走的大家。我们把掌声留给他们。希望自己快乐，身边的人更快乐。意志自信，勇敢地跳下去，再拿下全国健美冠军。我的患者一天天康复，
我的烧烤摊每天晚上都坐满人。我们都要越来越好。有些感人。好棒，好棒，棒！我刚刚一回头，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个表演又感人又诡异。诡异是为什么？真的，一台的一模一样的脸，但是他可能感人也感人在这儿，就是，我先整理一下吧。那肖先生说，你先说。其实可能对于我的感受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因为我接触到岳哥的时候，就是说相声的岳哥，我经常会说我想跟岳哥交换我们的人生，然后再看到每一位长得确实真的太像了，真的是看到烧烤的这个过程，然后感觉能想起岳哥他曾经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岳哥，你经常私下里问我为什么要换，就是很多生活没有经历过就会不懂，这是我一直想要的。希望你永远别懂那个东西，真的很苦。我之前在学校里面打过一个辩题，就叫做应不应该接受自己的平凡。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平凡的反义词好像应该是伟大、是耀眼、是独特，但其实就像刚才舞台剧，就是一束束灯光升起来的时候，你会真实的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都一定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其实平凡的近义词是伟大。哇，说得好好。我觉得在自己平凡生活当中，每一个把自己日子过好的普通人都是最了不起的。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里面，你每个人都在发光，每个人都在发光。所以我觉得不是有舞台上的光在照着你们，是你们让这个舞台有光。哎呀，何老师说的非常好。我有时候跟我媳妇在家商量，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是够精彩？我媳妇说，我们就平淡淡。我觉得平凡这辈子是很重要的，不要轰轰烈烈。我觉得，我们这哥几个给大家表演了这么一段平凡的一天，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022都好好的。好嘞，谢谢。欢迎大家来到由你好星期六和淘特 APP 联合打造的我们特惠，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淘特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接下来我们第2位嘉宾呢，是一位拒绝无为、拒绝平庸的女孩，而且呢，她现在正有一部剧呢正在热播当中，然后呢还在百忙之中来到了我们这个新的节目，而且呢，她非常热爱挑战新鲜的事物。我相信只要想做，她都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今天她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那么接下来的嘉宾就是大美女宋茜，霸气的挑战。什么？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声线，为大家表演背影动画片，让你们惊讶的觉得这是不同资源的结合。Bridge 王和顶爆布，记住以上几点要素。下面有请宋茜，掌声欢迎！哇哈哈！欢迎茜茜。姐 ，Hello， 大家好，好可爱，好美哦，是不是？好，来，请坐，茜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何老师。今天我们茜茜来这呢，是想达成她2022年的一个小目标。茜茜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其实是想要去尝试一下给动画片配音，
对，因为其实动画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未知，就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东西，可以百变，对不对对？就不再是完全贴合自己原来的表演，而是要用声音再去塑造另外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角色。对，我觉得可以发掘一下自己不一样的声线。那我们的你好星期六呢，当然要完成这个小小的心愿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倩倩请来了2位非常厉害的老师，来帮助她实现这个小目标。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我们请来的姜广涛老师和边疆老师为我们带来配音秀《你的声音》。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哇，老师好，好期待啊！你该不会知道怎么让等待的时间过得更快吧，小猪？我是写过一首等待歌，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让时间过得更快，但是唱起来很开心。可以嫁给我吗？可以嫁给我吗？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守在你身边，守护你，保护你。哇！你这上司，你一定能渡过难关，你会活下去，会生很多孩子，你会看着他们长大，直到你100年后寿终正寝。我没有能力保护你，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会是你的双眼。你有一颗至善之心，但为师命你轻斩9尾，斩的不是恶，是善。姜子牙，这是我对世间最好的安排。谢谢，来欢迎2位老师。我发现啊，我们今天来的观众好像对配音界非常的了解，因为我刚刚介绍到姜老师和边老师的名字的时候，我会发现今天观众反应非常大，对不对？那我还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吗？就是2位中国非常优秀的配音导演、配音演员。他们2位都有非常鲜明的和了不起的配音的特色，比如说姜老师，他呢可以从5岁配到500岁。真的吗？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创举，他曾经一个人配了1部动画片，叫《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一个人配的。对。另外呢，姜老师还配过大家很熟悉的一些译制片，你比如说《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对不对？对。还有那个变形金刚，都是姜老师的作品。那边疆老师呢？他的声音可以用酥来形容，他的声音完整了我们所有人对于那些最优质的、最美好的男主角的完整的形象。所以他们的声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富有变化性，可以让你心跳，可以让你心动。那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好，可爱的同学，边老师好。你好。 2022年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可塑性，开发一下声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请2位老师帮倩倩呢更加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声音，开发自己声音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有一句简单的话，今天是元旦嘛，比如说，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有没有可能通过老师对声音的一些判断和分类，然后开发出新的声音？好吧，我们可以试一下，好不好，倩倩？好啊，好啊。好，倩倩，你先自己说一个，祝观众们元旦快乐。
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这就是倩倩音。众所周知，倩倩今年18，如果让她的年龄往下小个10岁或者12岁，6到8岁小朋友、儿童的声音，要怎么样去变？还是这句话。哦。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尝试着把发声位置靠前一点，靠上一点，调子可以高一点。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往前一点，往上一点，往前一点，往上一点。对。不是你要说呀，你别一直。不，我现在把自己丢上去。明白，丢上去，往前。往前一点，往上一点。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啊，我觉得还有点吗，老师？有那个意思，不够上，再嗲一点，尖一点。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呀，这个有，这个有。这是小女孩，一个我觉得是一个8岁的没吃饭的小朋友。底气不足，但是已经有了，是不是？老师已经有了。是的，是的，是的。好，哎，弟弟想表演一下。来，弟弟来，小朋友的啊。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语气是有的，语气是有的，口前腔也有的。但如果小孩子他可能会发音咬不住字儿。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哦。那这个一定要你了。我也来试一下。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后面这个好，前面那种祝福透着心虚。OK。这样，后面这个，老年，苍老的，慈祥的，温暖的，祝大家元旦快乐。来，这个老我真的不明白，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咳嗽，一说老年就没不咳嗽，我们是一个老人没病，对健康的老人家，好不好？来，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哇，我觉得好哎，我觉得好，老师是不是还不错？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是一种老年人。哦，有没有别的方式？如果没有牙呢？哦。你这样，你侧面来，预备起。祝观众朋友们元旦快乐！这个好，这个棒，这真的好，这个真的好，是不是？好，这个真的好。刚才你看老师们稍微讲一讲位置前后呀，包括你的有的时候真的要用表演来带动声音哈。对，是的。而且你说那个小小的窍门，刚才一提是没有牙，马上就能找到那个状态，一下就不一样了。那配音当中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我觉得让观众们不出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声音和这个角色的嘴型的契合度。对，主要是要贴脸。对，这叫贴脸。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有趣的考验。我们的玩法是这样的：看一个片段，然后请2个人现场来演这个片段。哇不简单啊！那首先这个剧呢，是我跟倩倩说过，是我认认真真在家里追了的。下一站是幸福。那么刚才倩倩这个角色，我想由谁来演呢？那不如就由倩倩本人来演，好不好？可以吧？好，那么威龙这个角色，我们选一个必须帅气度跟这个角色完全贴合的，好不好？我们掌声有请，小月月好了，好不好？好，来，预备 ，Action。等一下，别生气。对不起，别生气，男演员别生气，来一个人，安慰一下男演员，来一个人安慰一下男演员。哥没事啊，哥没事啊，错不在你。怎么回事，女演员？怎么回事？
啊？对不起，导演，对不起。怎么回事？这可以跟我说一下原因吗？我们的男演员可笑在哪里？可不可以跟我深度剖析一下这个问题？这确实也不能赖我哥。哦，第一次合作就是他太我有一丝丝羞涩。明白了，他是用害羞的微笑啊。好，来再来一次啊！不要羞涩，妹子啊。你这样，我觉得你们俩都背对背，我说 action 之后再转过来看着对方，就不会笑了，好不好？来，预备啊 ，action！ 你要想笑你就笑，不想笑你就憋回去。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别人对姐弟恋的看法，会影响到你对我的答复吗？那当然了，不然做了干什么？行了，工作时间，你快回去吧。周日傍晚，我们还是老地方见，到时候给我一个答复。你现在需要躲开，我来帮你开门。不，我不想走。导演他们加词儿，加词儿是不是？导演他们加词儿了。男主演你辛苦了，你刚才非常好。你刚才偷瞄台词那两眼充满了智慧。周日傍晚。You what？ 好的，刚才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声音上的训练，还甚至是小小的实地的演练了一下。那接下来呢，倩倩和姜广涛老师、边疆老师以及一位神秘的朋友要带来一个配音大秀了。那这位神秘的朋友到底是谁呢？我们有请他，是谁？是谁？哎呦哎呦哎呦！嗨，小样！大家好，我是小样。好意外呀，真的没有想到是你呢。有没有信心啊，小样？我有。好，那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接下来4位要为我们带来一个配音大秀，有请他们4位带来哪吒。关在府里无事干，翻墙倒瓦摔瓶罐，来来回回千百遍，小爷也是很疲倦。哇哦！渣儿，你坐墙头干什么？又不能出门，又没人陪我玩，除了看风景，我还能干啥？来跟娘说说你都看到些什么风景啊？这说花草。难得今天太平无事，我们来踢毽子如何？哎，既然你这么无聊，那我就陪你玩玩。儿啊，来哟！夫人，要不还是把铠甲穿上吧？开什么玩笑？盆儿还穿铠甲，天天会死人啊！娘，接上。好嘞。娘，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踢头。白白搭上一条命，你傻不傻？不傻，谁和你做朋友？吞不下了，身体快炸了！吞不下，就还给他！顶不住了！
怎么会这样？我还没死。七色宝莲保不住你们的肉身，不过好歹保住了魂魄。臭小子，杀死老娘了！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燃起来了，燃起来了！好棒啊！特别棒。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也祝贺倩倩完成了自己心愿。谢谢两位老师。同时，我们也重点表扬一下我们的小样啊，很厉害啊，小样，特别棒，真的。真的很棒哎，而且非常非常有爆发力，对不对？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这样精彩的合作，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想看呢。真的是好想看呢！我刚刚就我们的 vivo S12系列捕捉到了精彩的亿万瞬间，哇！回去赶紧回看一下。哎，我觉得这个瞬间呢，确实是我们倩倩在新年的第一天呢，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第一个的心愿清单。那现在呢，我就用我们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vivo S12系列手机，为倩倩拍下这个胜利的瞬间，好不好？好，3、2。我们也期待我们两位老师其他优秀的作品，也再一次祝贺倩倩完成了自己的新年的第一个心愿，也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小样，相信她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进步，辛苦了，谢谢。那小样下期脱口见，一会儿见哦，拜拜，拜拜，谢谢。接下来我们下面的一位来宾非常非常的特别，他这几年呢用了很多的时间在山野扎根，他的音乐呢来自于民族，但是又不止于民族。在新年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他带来这一场焕新大秀。我们接下来的那位嘉宾，他就是阿朵老师的表演很重磅，苗鼓击打的声音有重量，飞船真人轻轻的哼唱，民族与流行音乐的碰撞，焕发出新生，耶耶，五彩又缤纷，耶耶，新民族音乐谁是发起人？阿朵阿朵阿朵，下面有请阿朵老师。
这是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表演，真的。谢谢。好丰富的层次。这个歌或者说这个作品，它其实主要是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这个秀，这是我的最近的最新作品，而且是第一次现场表演。哇，我们带饱眼福了，饱眼福对。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来自于我小时候的一个，就是老家的儿歌。小时候我们煮饭或者是熏腊肉都会烧柴火和炭，然后烧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烟，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会唱普通话是烟子烟，不要烟我，因为我是天上的梅花朵。然后我就通过这一句创作了整个的这个秀。所以这个烟字好像就像一个，哎呀，不好的东西啊，负面的想法呀。当我们有烦恼、有不好的，我们就一击鼓，哈，那烟就散了。对，2022年烟子把我们它有意义。对。而且呢，这个刚才除了我们阿朵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表演者外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苗谷13姨，都是苗族的女孩，是不是啊？是的。今天呢，我们派了4位代表啊，在新年的第一天，要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用苗语说新年好。哇，这个要学。你们先来说一遍好不好？对，行。大喜寡接如，大喜寡接如，寡接如，大喜寡接如，寡接如，大喜寡接如。好，我说你好星期六，大家说大喜寡接如，好不好？好，来准备啊！你好星期六，大喜寡接如。好，谢谢我们的苗谷13姨教我们用苗语说，然后呢，我们期待你们后面的舞台，好不好？好，再一次谢谢4位，谢谢，辛苦你们，谢谢，谢谢，谢谢。那今天呢，还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朋友，这位唱苗歌巨厉害，而且他也来自我们阿朵的未来民族乐团。我们请到了这位蝶长老师呢，也是苗族情歌的传承人。下面让我们欢迎蝶长老师。却带我。却带我，却带我，带呀哈带满，满哈小龙哦，满哈麦龙哦，满家朋友。太美了，太浪漫了，太好听了吧，真的好美、好的，唱了一小段给你们。太棒了！其实，在刚才听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强烈的画面感，真的看到这些山，好像变成真的山水，这个感觉特别像在家乡那种围炉夜话。好像还可以闻到院子里的草香，是不是？感觉就回到了我们少年时候那个谈恋爱的场所，在星空下，然后男女之间对情歌，就是用对情歌的方式谈恋爱到天亮。那如果我不会唱歌，我可以谈恋爱吗？可能就没有优先的择偶权吧。
啊，那会唱情歌才能够娶到媳妇。而且两位唱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都有很多的滑音。对，一个独特的一个唱腔，就是我们的越剧嘛，它有从很低音滑到高音，从高音滑下来，很自如的。我们学一下，老师你示范一下，我们学一下。嗯，就是我们那第一句哈。却在我。歌词是什么？就带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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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这样，我们派代表先。第一位，那个优等生。蔡少芬同学，蔡少芬同学唱歌那是要另外收费观看的。对，那 Ada 写一句来。你别这样看我嘛，我害羞的。我期待啊，他害羞了。没关系，你看，我就好像对你唱的，你就感觉哈。这当你点解没有音乐呢？不是应该有音乐衬底的吗？要求好多。这个 key 是男生，可能你接过来，你高八度有点难啊。我低八度啊。他没问题。好。觉得 OK。祝大力娃娃。哎，好的。有的，还是有的。哇，好棒。是吗？谢谢啊，谢谢两位。这个歌真的好好听。这是我家乡的一首苗族情歌，然后我的改编创作完成的一个作品。就是它苗族情歌原本的那个歌词啊，它就像我们的古诗词一样，它很有诗意，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感情，而不用说。比如说苗族有一路情歌，就是我们之间还没有认识，但我想问您从哪里来？中哈的波呀，嘎哈的大卡，想多帮牛小，想你阿人烦。哇，好温柔哦！就泉水从哪里涌出，妹妹你从哪里来的？哦，你能够告诉别人，是否也可以告诉我？好浪漫！哇！你看。这个旋律上面呢有这个滑音，刚才歌词的创作上，刚才蝶长老师也说了，我哪怕是要问你从哪里来，我都不直接问。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见面就唱情歌是一种非常热辣辣的、很种直白的表达方式，但其实人家唱的又是那种非常含蓄、非常婉约的感觉，很温柔含蓄，对。那我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呢，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意境下，给大家出一个小小的题，就是我们来表达，用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爱。哦，你可以表达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爱人的爱，对祖国的爱，对时代的爱都可以，但是要求是不能出现爱字。不说爱，这个其实很难的。不说爱的说爱。有谁想好了没有？我觉得我秦老师准备好了。来，秦老师来。含蓄的表达我爱你。嗯，对。我可能会想说，我希望我家的户口本上有你的名字，我家的户口本上有你的名字。这含蓄吗？这个也挺直接，这不含蓄，这比说我爱你还直接。这用含蓄的方式给一个最直接的答案嘛？对，已经直接到最后一步了。其实刚才我听到你们唱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天跟地都离得很远。然后我想你帮我伴奏，我来唱一句。直接来哎！哇，好，来试一下，好不好？天离地多高，东离西多远。好，咱们好好说话。好，咱们好好说话。好，唱得好，别再唱了，唱得很好。
能自己带个字幕来。你说的啥嘛？你说的啥嘛？也没听懂。就是天跟地有多深有多远，然后东离西有多远都好。我对你的情就是这样子。好棒。哎，何老师，我想到一个。你说。落叶归根，我归你。哎呦！是不是还可以？土味常常好用。我刚才为什么不让小月月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小月月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文字工作者。他曾经把给太太的一个情书呢，非常大方的在网上跟我们分享了。然后呢，我们看完这个就非常的感动。现在小月非常尴尬，对不对？这才是开始。因为呢，我们了不起的节目组呢，你就找到了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呢就非常大方的，所有信都拿出来了。哇！把这个情书本书原稿原件呀，原稿交给了我们，原件还没有告诉你呢。你这样，我不用都读啊，你读一段，小月月读一段给我好不好？主要是你对我的帮助很大，关键时刻总能温暖到我。这种关键时刻能帮助到我的这种感觉，我上网查了一些成语，但不准确。雪中送炭不对，锦上添花不准，暗室逢灯又不对。其实你就像俄罗斯方块里的那个竖条，帮我消除焦虑，还可以让我的分数更高。可能几个月后，可能几天后再看这封信，我会笑自己。但此刻，这是我的心里话。最后，我想说，青梅竹马不是你，情窦初开不是你，但往后余生，柴米油盐都是你，都是你。哇！这是我跟我爱人结婚1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他说你哪儿写的？哪儿抄的？我说这不是抄的。其实俄罗斯方块还有这个往后余生这几句，我已经早就开始酝酿了。就是我跟他这些情感前面我写了，就是写了一些，哎呀，怎么又聊起这个了？反正就是往后余生，柴米油盐都是你。好，哇，好男人。这一趴我好喜欢啊，好喜欢，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阿朵的音乐，蝶长老师的音乐是有生命的，他的生命不是简单的来自于对音乐的喜爱，它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古老的民族，它的文化的沉淀，还有生生不息的人们对自己的家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那种执着的守护。他有这个魂在这个音乐里面，所以他能够瞬间把我们所有人的共情感和那种归属感点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像阿朵这样，不只是新民族音乐，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了不起的民族艺术，不但是要传承，我们还要发扬光大。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创新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我们自己不同的推广的方式，让全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美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蝶长老师，谢谢，谢谢老师，谢谢阿朵，谢谢。谢谢。好，我们相信呢也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民族文化呢会得到更多的人的热爱和传承。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朋友跟我们见面了，好不好？我们马上进入到后面的环节。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淘特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提醒您稍后看点。新时代蓝天方阵，太帅了！军人风骨特别呈现青春集结。你听党的话，我听你的话。哇！
多好啊！你守护国，我守护你。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摇一摇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欢迎小样。大家好。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欢迎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我们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淘特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好，刚才这个手势啊，我不知道亲爱的观众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学起来，没有那么简单，里面有技术难度的。我知道有很多人第一下摆不出来，这个不是 OK 哦，是6。你看，哦，6，放到眼睛这里，哎，还不错哦，小样，小样你学得好快，他学得好快，他下午彩排的时候还做不到，现在就会了，好厉害，这样厉害吧？对。精彩是这样，精彩比6哦，然后打开变 OK， 精彩看不够，对啊，对，电视机前朋友，如果你一下就能买出这个呢，可以拍照啊，拍照，然后艾特我们的官微，好不好？看看你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到一个非常漂亮的6，好不好？我们再来一遍，来，准备，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谢谢小样。好的，那小样今天下班喽，拜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呢，我要送一个小小的礼物给我们现场这么多可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个图片，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小礼物是什么？来看，哇哈哈！我们来看一下18岁之后的照片。月月，那头发是真的头发是不是？当然，这么长啊！这应该不是你18岁的时候，对不对？我找不到我18岁的照片，这应该是我13岁的照片。那是10几岁的时候是那样子，后来剪了短发之后就再也没有长过。那位头戴皇冠的啊，哇，好美啊！我怎么样也是一个香港小姐啊。对呀，怎么样是怎么样啊？什么叫怎么样也是个香港小姐？我怎么样都是一个香港小姐。真的好漂亮啊！你真的吗？说实话，当时候只有17岁，还没到18岁。但这个也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那中间那个戴军帽的是我们朵是不是？对，那是我，因为我刚好18岁那一年的时候是从湖南的部队调到北京去啊，我是火箭兵。哇！就那次刚好是在天安门一次活动演出，对，非常非常的英姿飒爽，对。刚才看到大家年轻的样子，年轻的年纪，我觉得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在大家同样的年纪，有一群年轻的朋友们呢，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毅然地选择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这群了不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就是空军。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宝贝，我已经藏好了，在这儿。什么啊？这是？这是空军飞行简介。这个就是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哇！我很感动，这上面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你就是传奇”。哦，哇，好帅哦！这个录取通知书呢，代表着青春、梦想和希望、未来。而且呢，其实拿到这个通知书非常的不容易，它需要经过接近1年的考试和选拔，不光是身体条件一定要过硬，而且呢，对于文化要求也很高。今天，这些年轻人也来到了现场，欢迎他们。哦，欢迎。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成为空军？空军帅呀！你超车，我超机呀！开着飞机与太阳肩并肩。周明剑，你说帅不帅？老带劲了，智商和体能并存，空中旋转360度，头不晕，眼不花，穿着天空同色的军装，可以对喜欢的女孩子认真说出你的天空由我来守护。张一佩，你格局小了。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就是祖国蓝天的千里眼，飞越山河海天，俯瞰祖国辽阔土地，多壮美！不光看到的是最美的风景，飞行员在天际划过的弧线，也是别人眼中最美的风景线。女生不光只有美，还可以很飒。我拿朝霞当腮红，我用白云做面霜，只为了心中的空军梦。我的空军梦是从爷爷那辈开始的，用战火换烟火的决心，而我们这一辈，就是要守护他们的梦。为了这个梦，我努力靠近飞行员的标准，克服眩晕，提升体能，学习丰富的知识，成为1/1000的骄傲。你问我为什么选择成为空军？和平年代下的空军是万里苍穹的守望，是所向披靡的刀锋，是危急时带你回家的铁翼。我选择成为空军，就是选择和祖国和人民在一起的未来。它是英勇战斗的未来，它是并肩英雄的未来，它是创造未来的未来。我们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学院，敬礼。来，欢迎我们的同学们！我相信刚才真的是让我们现场的朋友，包括我们电视机前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空军军人的这个气场，这种帅气，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在报出自己来自哪里、自己的年纪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都会觉得好亲切。然后听到年纪就哇，真的是最好的年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大家平时你们训练累不累？我们虽然会有一些累，但是我们在练的时候，想象到我们以后驾驶着战鹰飞在祖国领空上，我们就会感觉非常的自豪。然后这一刻，我们就会感觉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了，再累都值得了。说得好。今天除了请来我们的同学们，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2位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他们也是这一群年轻人未来的样子，也是他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祖国蓝天的守护者。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2位中部战区空军的飞行员，他们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长、空军中校运20机长杨明辉。他曾多次驾驶大型运输机执行国际、国内支援抗疫、接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等任务。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长、空军中校飞行教官严宪涛，把培育精品飞行员作为一种责任，创新多种教学训练方式，带教新飞行员近100人次。下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杨明辉、严宪涛。主任好，队长好，教官好。刚才看到2位的一出场，我觉得那个气质不是那种普通人会有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他们的使命。首先，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我想问一下杨机长，您对这张照片有印象吗？这是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票的照片，对不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是我们在执行抗疫任务为每名白衣战士制作了一张特殊机票，网友们也亲切地称它为硬核机票。对，我有印象，硬核机票。为了让每名白衣战士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专属机票，我们也是连夜进行制作。在登机前的最后1个小时，
将这张机票送到他们手中，代表了我们对他们的最崇高的敬意。其实也是一个最珍贵的一个回忆，难忘的一个纪念，对不对？是的，这张机票见证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一个时刻。它现在也是被珍藏在军事博物馆中。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严宪涛教官的介绍，他的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新飞行员的新战斗员的教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些同学们，有没有可能会是您未来的学员？他们毕业以后，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大队的一员。所以你看，他们看到你还是我觉得是有点紧张的呀，是不是？那看到未来的老师，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想提问的啊？可以，好，来。好多问题，大家。对，来，袁教官你好。你好。哎，教官好可爱，也不看他，你好。我想问问您，驾驶飞机发射过导弹吗？当然。好，谢谢。下一个问题。没有，再讲一讲。发射过导弹啊，然后呢？当然了，我从事歼击飞行。飞行时间2000多小时，经常组织实战训练。第一次发射导弹，现在我印象还是很深刻。那是一个下午，在西北戈壁的训练场，我驾驶战鹰，挂载着导弹，低空掠过山川。当看到远处的村庄时，一片祥和，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让我前所未有的专注。到达目标区域后，迅速展开了搜索目标，战机稍纵即逝。我迅速锁定，按下了发射按钮，发射了导弹。导弹呼啸而出，它的尾焰照亮了整个座舱，也照亮了我奋飞奋斗国际长空的航向。返场后，无线电通报了命中的声音。我再次看到那片村庄，感觉重任在肩，自信满满。祖国的万里空疆由我们来守护，这是我们歼击机飞行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林教官讲述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好像也亲眼见证到了当时他第一次发射导弹时候的这个画面。您满意吗，这位学员？非常满意，谢谢教官。谢谢。我知道，其实我们每个学员都很多问题想向队长和教官请教，但是呢，我说句心里话，你们以后应该还有机会见。但是呢，我们见到2位飞行员，这个机会真的很珍贵，所以呢，我也留点时间可以让他们问2个问题，可以吗？可以吗？啊，好，那个谁，我看到冯喜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冯喜，你要问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各位就是一上来就想问的，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台下很多人都想问的。如果我跟一名空军飞行员谈恋爱的话，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体验，是不是你们也想问的？你就说你自己想问嘛，你。如果不方便回答，我们就假装他没有问。那我觉得杨队长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飞行员家属和军嫂更有发言权。我自己的感受呢，可能就是经常爽约，2个人一起约定好的事儿，因为工作和职业性质无法赴约，可能一些重要的时刻也无法一起共同的见证。我们在离开家的时候，家属也会假装生气地说：“只有飞机才是你的老婆，只有单位才是你的家。”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理解和支持我们。正如一位军嫂在婚礼上说的那样：“你听党的话，我听你的话。”哇！这可能也就是属于我们军人和军嫂之间的忠诚爱情。
多好啊！你守护国，我守护你。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上一个环节，你听党的话，我听你的话，这里面没有爱字，但是这里面全是爱，而且是大大的爱。我们经常说舍小家为大家，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我们不只是要向我们的飞行员致敬，也要向他们的家人致敬。其实不只是他们在奉献，他们的家人也在奉献，对不对？因为我曾经也当过兵，看到你们特别的亲切啊。那么我想知道，就是说，作为军人嘛，他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你们一直守护着祖国的领空。我觉得我们国人们都会对你们在领空上的喊话，特别觉得太帅了。就是可不可以今天让我们现场可以听一下你们的喊话？可以。可以，太燃了。我是中国空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我是中国空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帅呆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刚才我对面那位观众一边鼓掌一边跺脚，就是那种内心的激荡。我们可以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飞行员。当航空警报不再因为敌机入而拉响，当人民享受着和平安宁的时候，中国空军践行着使命与职责，时刻守卫着祖国的蓝天，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再一次对我们中国空军2位优秀的飞行员代表和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们的到来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今天呢，我们同时也邀请到了一位退伍老兵傅中华，他同时也是一位军旅音乐人，他将和我们空军航空大学的学员们，以及我们的秦小贤、王鹤棣、布瑞吉一起带来一首致敬国之重器的歌曲《战斗威龙》。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逐梦空天，制胜未来》。看，这是运20，有人叫她胖妞，但我们更喜欢鲲鹏。鲲鹏展翅9万里，我们与祖国在一起。驰援武汉抗疫，由我；送神舟12剂发射，由我；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还有我。中国空军逐梦空天，就看我们。他是歼20，是歼击机家族中最年轻的一员。听，他龙吟虎啸般的音爆。看，那驰骋蓝天留下的优美弧线。歼敌发现，歼敌打击，如威龙般势如破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刻准备续写新的荣光。战斗，战斗，战斗！
我是人民空军，永远守护着祖国和人民。让我们云端相见，逐梦空间，敬礼！您好星期六首期合作伙伴淘特摇一摇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欢迎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淘特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提醒您下期看点。你好，星期六，何老师相约小弟补菜团青春见习班，数字主持人小样和你过周六啦！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星期六的孙怡，太好看了！哇，好漂亮！张小龙，长绸之美，舞出风采。李玉刚老师可以舞动22米长的长绸。哇！波浪式的祥云战马。哇，太美了！我感觉这个球员施了魔法。给秦霄贤上长绸，做了一个360度的大转身。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有点帅，老师。掌声送给秦玉刚。星期六的秦霄贤，哇，王鹤棣太有气场了，甲胄之美，雄姿英发。这个是赵子龙的一个铠甲。先前这套甲呢是黄金龙鳞明光铠。这套甲呢由1854块组成。中国甲胄不仅很威武，而且也胜于实战。星期六的李玉刚，戏腔之美，惊喜接唱。你的未来，小样就是你。它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吗 ？AI 界是不需要面子的。对不起。惊艳发生。名副其实的国风美少女。下周六晚8点10分，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您好星期六首期合作伙伴淘特摇一摇精选国货，新年第一件5折。以上呢就是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好开心啊！今天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有岳云鹏和他来自全国各地兄弟姐妹们的第一次的同台，有我们配音新的尝试能力加满的倩倩，还有一直这么美这么有才华把新民族音乐带给我们的朵儿，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能量向上无限的中国空军。在我们的这个舞台呢，真正的星星将不再如萤火，而是在这里生长出自己的光。也期待呢在未来和大家一起收获更多的精彩与感动。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那么下个星期六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呢？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再见啦！下周六再见喽！再见。